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5万年前，太平洋中央真的存在过一块超级大陆，会是什么样？传说那块大陆比整个南美洲还大，上面生活着6400万人，还建立了7座巨大城市，甚至掌握着某些直到今天都无法解释的技术。然后就在一个夜晚，整块大陆突然消失了，而它的名字叫木大陆。但真正离谱的其实不是大陆沉没这件事，而是后来有个人站出来说，他知道木大陆上的人曾经是怎么生活的。19世纪，有一个人几乎凭一己之力把整个学术界搅得天翻地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丘奇沃德。1926年，这位英国作家连续出版了3本书：《失落的木大陆》、《木之子》以及《木的神圣象征》。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根本不是普通小说，因为在书里，他声称自己发现了人类真正的起源。而这一切要从他在印度服役的时候说起。当年在印度军队服役期间，丘奇沃德结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印度僧侣，但这段关系很快开始变得不普通。有一天，那位僧侣向他展示了一件绝对机密，几块古老石板，石板上刻满了文字，是没人能看懂的文字。丘奇沃德完全无法理解，但后来在他答应帮助修复并保存这些被烈日灼烧的泥板之后，那位僧侣终于开始教他阅读这种神秘语言，那加玛雅语。而当丘奇沃德终于能够读懂那些文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人类历史真正的圣杯，因为那些石板上写着，全人类都起源于同一个地方——木大陆。丘奇沃德甚至直接在书里写道，人类最初出现的地方就是木大陆。但最疯狂的是，他并没有停在这里。根据那些石板内容，丘奇沃德开始详细描述木大陆的样貌，甚至连大陆周围的岛屿和城市都被完整记录了下来。而真正让学术界彻底炸锅的是他后面那句话，丘奇沃德公开宣称木文明比现代文明更先进。他甚至直接写道，他们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今天的人类文明。而当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离谱的东西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当你继续往下了解那些所谓木大陆遗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确实会让人开始怀疑。因为按照丘奇沃德的说法，木大陆上曾经存在过大量不可思议的建筑与地标，光是那些描述就已经夸张到像科幻世界。可问题是，仅凭一个印度僧侣传下来的古老泥板，真的足够让人相信人类起源于木大陆这种事吗？正常来说，当然不够。毕竟这种级别的理论不可能只靠一个人的证词就被接受。但对于丘奇沃德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份证据，而这一次事情开始变得更加诡异。1921年，也就是丘奇沃德遇见那位印度僧侣的大约50年后，一个叫威廉尼文的人在墨西哥圣米格尔附近发现了第一批神秘石板。后来类似石板的数量甚至超过了100块。一开始，这位考古学家对自己的发现非常兴奋，但很快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石板上的语言复杂到没人能看懂。他找了很多翻译者，结果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解读，那个人正是詹姆斯·丘奇沃德。更巧的是，尼文发现的石板居然也使用了同一种古老语言——那加玛雅语。而这一点也开始让很多人真正产生疑问，难道这些石板真的是木大陆后裔留下来的东西？但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因为丘奇沃德不仅仅拿出了泥板，他还试图证明，如果木大陆真的存在过，而且还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他一定会在地球上留下某些无法忽视的痕迹。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整个太平洋。按照他的理论，木大陆曾经位于太平洋中央，而那里周围分布的那些神秘遗迹很可能全都与木文明有关。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复活节岛石像。这些巨大的摩艾石像位于太平洋深处的复活节岛上，几乎每一个都长着巨大的人脸，静静望向远方。他们由拉帕努伊人建造，而最奇怪的是，这些石像很多只有头部露在地表，真正埋在地下的身体甚至比头还要大好几倍。但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他们展现出的工程能力，因为光看这些石像，你就能感觉到他们绝不是随便堆出来的东西。他们的切割、运输和树立方式直到今天都还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拉帕努伊人曾经说过，他们建造这些石像是为了纪念祖先。但问题来了，
他们说的祖先到底是谁？丘奇沃德认为，那些所谓的祖先很可能就是木大陆文明的幸存者。而如果再把目光放大，你会发现全世界还有另一种更加诡异的东西——金字塔。从埃及到中美洲，再到世界各地，类似的金字塔建筑似乎不断出现。更奇怪的是，它们明明相隔极远，建造年代也完全不同，可整体结构和风格却总带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感。直到今天，很多工程专家依旧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古代文明会突然在世界不同角落同时发展出这种巨大而复杂的建筑技术。而丘奇沃德则直接给出了答案：木文明。在他看来，这一切先进建筑的源头都来自那个失落的超级文明。但按照那些泥板的记载，这个文明最后却迎来了毁灭。就在某一个夜晚，人类最初诞生的地方被彻底抹除，整个大陆瞬间消失。听起来很疯狂，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开始好奇，如果木大陆真的存在过，那里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想象一下，如果某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在木大陆，那会是什么感觉？这是你在木大陆的第一个清晨，你像平常一样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但下一秒你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你的房间里似乎不止你一个生命，房间四周的墙壁正散发着一种奇怪的微光。你下意识开始想，这些墙到底是什么材料做的？可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打断，因为当你走出房间的那一刻，你突然意识到，不只是你的房间，而是整个外面的世界都像极了某种东西。你很快发现，这里的墙壁并不是普通石头做的，它看起来像火山岩，但摸上去却完全不一样，温热，甚至带着一种诡异的生命感。按照木大陆传说中的说法，这些建筑材料曾被某种特殊频率处理过，因此能够引导地球本身的自然能量，而结果就是整栋建筑本身就是一种科技。白天最热的时候，房子内部依旧凉爽，夜晚气温下降后，墙壁又会自己缓缓散发热量。没有火焰，没有燃料，也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温控设备，可整座房子却像活着一样自动调节温度。而当你走上街道后，你又注意到另一件奇怪的事，这里根本没有道路，至少不是你理解中的道路。城市里只有一条条光滑石道，像波浪一样在建筑之间延伸。乍一看，它们似乎杂乱无章，但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些路线其实全都遵循着某种特殊规律。按照木大陆的说法，这些道路全部建立在神圣几何原则之上，是木文明工程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设计。而更奇怪的是，当你在城市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状态好像变了。昨天的压力、焦虑、疲惫正在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常清晰的精神状态。按照传说里的解释，木大陆的人在建造城市时根本不只是为了居住，他们设计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公共空间，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意识。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城市本身就可以改变人的意识，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地方。因为当你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让现代工程师都无法理解的建筑。那些建筑看起来像是从一整块巨大岩石里直接雕刻出来的，没有接缝，没有拼接痕迹，也没有粗糙边缘，所有表面都平滑到不可思议，像液体一样自然连接在一起。那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按照木大陆传说中的技术描述，纳卡尔人并不是用锤子和凿子切割石头，他们会利用某种特殊频率改变岩石密度，让石头暂时变软，然后再徒手塑形，最后等它重新硬化。但就在你还没完全消化这些建筑的时候，另一件事突然吸引了你的注意。那些人，那些所谓的纳卡尔人，他们和你见过的人类完全不一样。按照丘奇沃德书里的描述，他们身高普遍在12到15英尺之间，也就是接近4到5米。站在他们旁边，你甚至会感觉自己像个侏儒。他们的皮肤呈现一种深黄色偏棕的颜色，接近红木色，下颚突出，眼睛不大，却异常锐利，而且彼此距离很宽。而这一刻，你才突然意识到，你来到的可能根本不只是一个先进文明，而是某种未必完全属于人类的世界。但你的好奇心并没有停止，反而变得更强。于是你开始朝城市中心走去，而在那里，
你看到了整个木文明最核心的地方——水晶神殿，但它和现代人理解中的神庙完全不同。这里并不是宗教场所，而更像整座文明的能源中心。整个建筑围绕着一块巨大到不可思议的石英水晶建造，而那块水晶似乎直接从地下深处延伸出来，甚至在你真正看见它之前，你就已经先感觉到了它，一种低沉的震动不断在胸口共鸣。按照传说里的说法，这块水晶能够引导来自地核的电磁能量，然后再把这些能量输送到整座城市。而当你真正走进神殿内部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几乎让人窒息。墙壁不断闪烁着紫色和蓝色的微光，大量较小的水晶被精准排列在几何图案之中，每一块似乎都对应着不同频率，而那些纳卡尔技术人员则不断在这些水晶之间移动，调整位置，校准共振。整个地方看起来已经不像神话，更像某种远超现代文明理解范围的东西。刺眼的白墙，冰冷的灯光，还有现代医院那种压抑感，在木大陆根本不存在。因为你眼前这个地方是木文明的水晶神殿，而它除了提供能量之外，据说还是整座文明最核心的治疗中心。从你踏进这里的第一步开始，治疗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整座神殿本身就是疗愈系统的一部分，墙壁使用的石材被认为调教过特殊频率，建筑内部到处都是某种神圣几何图案，据说能够安抚神经系统。空气中则弥漫着天然植物香气，用来平衡人的脑部状态。这里没有让人恐惧的医疗感，反而像某种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的空间。而迎接你的那些治疗者也和现代医生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懂身体，还相信人的身体、意识和灵魂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根本没有抽血、X 光或者仪器检查。那些治疗者会直接观察人的能量场，在他们看来，疾病并不只是肉体问题，而是人体周围能量结构出现了紊乱。他们能看见哪里堵塞，哪里流动过快，哪里开始停滞。而当这些问题被发现之后，真正的治疗才会开始。声音、频率、共振，这就是木文明医疗体系最核心的东西。听起来确实像科幻电影，但在那些关于木大陆的传说里，这却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医学。可水晶疗愈还只是这个文明最疯狂的部分之一，因为随着你继续深入木大陆，你会开始发现更多几乎超出理解范围的技术。比如交通，那些纳卡尔人虽然体型巨大，但他们并不是靠双腿到处行走，他们拥有专门为自己体型设计的运输工具。但真正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些工具本身，而是他们的动力来源。因为这些交通装置既不是燃油驱动，也不是电力驱动。就在你还在观察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运输舱体忽然从你身边无声划过，它漂浮在半空中，离地几英尺，没有轮子，没有喷射装置，也没有任何你熟悉的推进系统。它就这样安静地悬浮移动，仿佛周围重力对它根本不起作用。而按照木大陆传说中的说法，他们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反重力技术。那些科学家会利用经过精准调教的水晶阵列，制造出能够对抗地球引力的能量场。于是他们拥有了不需要燃料、没有污染、完全静默的交通系统。但真正让你开始怀疑现实的还在后面，因为就在你逐渐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你又听到了另一件更加离谱的事情。有些纳卡尔人甚至不需要交通工具。按照木大陆的记录，一部分高级修行者可以通过调整自身振动频率，让自己从一个地方消失，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有时候甚至跨越数百公里。而就在你彻底被这些东西震撼到说不出话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不，准确来说，这里根本没人需要手机，因为在木大陆没有电话，甚至连写信这种东西都几乎不存在。可当你继续观察周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更加诡异的事儿。那些纳卡尔人之间几乎不怎么开口说话，可他们却依旧能够完美交流，就好像彼此能够直接读取对方的想法。现代人会把这种能力称为心灵感应，听起来很玄，甚至像魔法。但在那些关于木大陆的记载里，这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训练出来的能力。按照那些文本的描述，木大陆的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投射自己的思维，同时接收别人的意识信息。一开始，他们只能在很短距离内做到这一点，但随着不断练习，一些真正熟练的人甚至能够跨越大陆进行交流。而就在你还没完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突然亲眼看见了一幕，两个纳卡尔人相隔数百米站着，其中一个人在脑海里投射出一组复杂方程，而另一个人几乎瞬间就接收到了，然后开始计算。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在木大陆，这种能力最终造就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明，因为当所有人都能感知彼此的想法时，撒谎几乎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误解也很少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强的共情能力，因为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别人正在感受什么。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这里对隐私的理解和现代世界完全不同。纳卡尔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如何屏蔽思想，他们会建立精神层面的防护，让真正私密的念头留在自己脑海里，同时只允许那些愿意分享的信息传递出去。而在短暂适应这一切之后，你开始慢慢把注意力从这些超现实能力转向木大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大陆居民，那你的一天会是什么样？清晨的时候，你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随着房间光线逐渐变亮，自然苏醒。你的房子会随着黎明自动变化，墙壁开始缓缓升温，用一种最舒服的方式让你醒来。而早餐则直接来自你家里的个人食物培育系统。你会看到植物生长在经过特殊频率强化的土壤里，灌溉它们的水也被认为带着某种有益震动。按照木大陆的说法，这种食物不仅仅只是营养来源，它本身就具有治疗效果。而这也是为什么传说里的木大陆人拥有极强的抗衰老能力，因为他们每天摄取的食物几乎都是为身体量身定制的。吃完东西后，你开始工作，但在木大陆，工作并不是现代社会那种为了生存被迫劳动的状态。纳卡尔人相信，每个人天生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使命，所以从小开始，孩子们就会被引导去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不断训练。有些人成为水晶技术员，有些人成为治疗者，有些人成为农夫、艺术家或者教师。在这里，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神圣服务。而按照那些传说里的描述，木大陆甚至不存在贫穷和流浪者，因为整个文明的资源会被平均共享。当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满足之后，贪婪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下午和夜晚则更多属于学习与交流，人们聚在一起分享知识，讨论思想，或者进行精神训练。这就是木大陆日常生活的样子：有意义的工作，不断扩展的学习，以及一种能够真正滋养人的社区关系。但真正厉害的是，木大陆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按照那些古老文本的说法，纳卡尔人始终和世界各地保持着联系。据说他们的航海者早就绘制出了整个世界的地图，而且他们并不是依靠普通指南针航行，他们会通过读取地球能量网格，在不同圣地之间寻找电磁路径。而他们的船只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技术，那些船使用特殊材料建造，能够抵抗海水侵蚀，动力系统则来自水晶能量，因此几乎不需要补充燃料。当你一路追踪这些航线时，你会发现他们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埃及。而按照丘奇沃德的理论，木大陆人很可能在那里播下了埃及文明的种子。他们也到过印度，让吠陀文化吸收纳卡尔人的知识，甚至还去过中国、蒙古，以及横跨太平洋抵达美洲。而他们真正输出到世界各地的并不是商品，而是知识、农业、天文学、建筑学、精神哲学。他们试图把自己的文明传播到整个世界。而这时候，一个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为什么世界上那些本该毫无联系的古代文明之间会出现那么多惊人的相似性？比如金字塔，埃及有，墨西哥有，中国有，秘鲁也有。更奇怪的是，它们似乎都遵循着相似的几何结构，甚至很多建筑还精准对齐着天空中的星体。再比如生命之花图案，这种神秘几何符号不仅出现在埃及奥西里斯神庙，也出现在中国紫禁城、印度阿占陀石窟等地方。明明相隔几千年，又被海洋彻底隔开，可这些文明之间却总能出现某种无法解释的相似感。所以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这些文明背后曾经拥有同一个源头？而如果这些问题还不够震撼的话，还有另一件更诡异的事：大洪水传说几乎出现在所有古老文明里。苏美尔人有，希伯来文明有，希腊有，印度有，中国有，甚至连美洲原住民传说里也存在类似记录。那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呢？会不会正因为如此，那些隔着海洋
彼此毫无联系的古代文明才会出现如此相似的建筑、神话和符号。但不管传说有多辉煌，所有文明最终都会走向终结。而木大陆的毁灭，据说比任何文明都更加可怕。当你逐渐沉浸在木大陆那些不可思议的科技与秩序之中时，你也开始亲眼看见这个伟大文明是怎么一步步崩塌的。一切最开始其实非常缓慢。某一天，纳卡尔人内部突然出现了一批质疑旧秩序的人，他们开始问，为什么所有人要平等共享力量？为什么不能由更强的人统治世界？于是，一个原本和平的文明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一些人开始把水晶技术用在那些古老禁令禁止的领域，他们不断突破能量极限，试图制造某种基于频率的武器，一种能够震碎岩石甚至停止心脏跳动的武器。而那些古老的大师则不断发出警告，地球本身是活着的，如果你们继续突破限制，后果一定会出现。但那些人根本不听，而很多传说都认为木大陆真正毁灭的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人心开始，那个曾经充满秩序与科技的文明开始慢慢失去平衡，各地开始出现争吵，关于资源，关于权力，关于统治。而当你看着这一切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这一幕其实和今天的世界非常像。可怕的是，很多文明在走向崩塌的时候，往往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毁灭，直到一切已经无法挽回，然后地球开始回应，大地震不断出现，沉睡的火山开始苏醒，天空中的雷暴越来越频繁，而那些大师终于发出了最后一次警告，我们已经违背了与地球之间的契约，地球会亲自修正这种失衡，想活下去的人现在就离开。于是一部分人选择了离开，船只开始驶向世界各地，有人去了埃及，有人去了玛雅地区，有人去了印度，也有人横跨海洋前往波利尼西亚。他们带走的不只是幸存者，还有文明的火种，但更多的人选择留下。然后那一天终于来了，洪水降临，大地崩塌，就在一个夜晚，木大陆消失了，6400万人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整个拥有高度文明与先进技术的超级大陆彻底沉入海底。但问题是，木大陆真的彻底消失了吗？还是说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比如复活节岛石像，比如南马多尔遗迹，比如巨石建筑群，这些东西会不会就是木文明留下的痕迹？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木大陆的毁灭真的是因为文明过度突破自然边界，那今天的人类会不会也正在重复同样的路？当科技不断失控，资源不断透支，自然逐渐失衡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正在走向属于自己的木大陆时刻？